应俄罗斯邀请，中国高级代表团将赴俄罗斯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但是中方的专机还没起飞，俄方却传来一个坏消息。俄罗斯农业部长在俄杜马会议上建议暂时禁止石油出口。据悉，中方高级代表在参会期间将会见俄方高层，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深化中俄东北远东合作。中俄元首会晤时，两国签署了80多项合作协议，总金额高达1650亿美元，涉及粮食、能源、工业等多个领域。实际上，中俄早已就开发远东地区进行了谈判，但是俄罗斯一直考虑如何获取更大的利益，还想要将印度等国也引进来共同开发。俄乌冲突爆发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围追堵截，普京终于明白，俄罗斯已经没有犹豫和迟疑的余地了。开放远东地区与中国合作，不再是政治上的尝试，而是关系到俄罗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抉择。为了远东大开发战略，俄罗斯方面划出了将近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以设立超级经济特区。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足以看出俄方的迫切和期待。目前，俄罗斯内外交困，乌克兰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持续发起反攻。俄罗斯虽然挡住了，但是比拼国力必然是一个下策。其他保持中立的国家距离俄罗斯太远，俄罗斯对外贸易会遭到西方的拦截。中国保持并加强了与俄罗斯的贸易合作，显然是在拉这个老朋友一把。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最重要的就是能源贸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而俄罗斯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出口国之一。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不仅满足了中国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也为俄罗斯带来了大量的利润。尤其是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实施制裁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只能卖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中国购买大量俄罗斯石油，缓解了俄罗斯目前面临的部分困境。因此，所有人都不会想到，俄方竟然在这个时候考虑暂停对外出口石油。日前，俄罗斯农业部长帕特鲁舍夫在俄国家杜马农业问题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农业机械燃料供应面临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收割工作。为了解决燃料供应问题，俄罗斯能源企业必须对燃料降价。帕特鲁舍夫提出逼迫能源企业降价的方法就是禁止石油出口。他表示，应该暂时全面终止石油产品出口，直到俄罗斯国内市场局势稳定。他强调，俄罗斯并不缺石油，但是缺乏更低价的燃料和润滑油，农业用油价格上涨太多了。他认为，俄罗斯的能源企业不能为了利润将石油全部销往外国，要关心俄罗斯农业生产。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索罗金表示，他们一直在与农业部进行沟通，如果要保证入冬前的农业收获，至少需要筹集50万吨燃料。俄罗斯是农业出口国，对农业生产相当重视，但是俄罗斯农业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缺乏燃油，而是缺乏廉价的燃油。俄罗斯农业部长的心情能够理解，但是中断石油出口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同时也给中方提了一个醒：能源安全绝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多元化渠道才是多元化保障。